云深不知处的大年夜比魏无羡想象的还要无聊，大概是因为蓝氏先祖是清心寡欲的僧人，所以蓝氏家风对待这些热闹的属于凡俗的年节也很是严肃。一大群人素衣轻颜，祭拜先祖，然后聚在一起吃一顿年夜饭，便算是过了年了。不放鞭炮，不开赌桌，不能饮酒，这些便罢了，毕竟蓝氏门楣高洁，从不参与这些世俗的活动。可就连年夜饭竟也是和平日里相同的苦药汤子，虽加了许多平日里没有的珍贵滋补药材，对练功大有敬意，但那味道实在是让魏无羡难以下咽，最后还是照例由蓝忘机悄悄解决。年夜饭的气氛与平日里也没什么不同，蓝家人向来是食不言，寝不语，即便是这大年夜亦是如此，安安静静的用过饭，蓝曦臣宣布休沐3日，宴席散去，这个大年30在蓝家便算是落了幕了。亥时刚过，云深不知处便已熄灯，整个山头冷冷清清，毫无年味。回进士的路上，魏无羡对蓝忘机这些年错过的精彩深表遗憾，叹道：蓝家的孩子们未免也太可怜了，连过年都这般无聊，怪不得一个个都这么死气沉沉，也就丝砖和小锦衣还活泛些。蓝忘机牵着他的手问道：在莲花坞如何过年的？魏无羡闻言，脑中不自觉地浮现出过去除夕夜的情形来。莲花坞的年节总是很热闹的，大年夜里摆上一长串流水的席面，鸡鸭鱼肉蒸炖爆炒，现做现吃，新鲜又热闹，炉火旺得犹如一轮太阳，将一切严寒都挡在外面。开席前，师兄弟们挨个给江丰年和于子渊磕头拜年，说些吉祥话，会得到一个丰厚的红包，连魏无羡也能在于子渊那里得到些和缓的脸色。年夜饭吃的久，席间笑闹玩耍，猜拳，行酒令，玩得热火朝天，待到酒足饭饱，夜也快过了一半。这时魏无羡和江澄会带着年纪小的师弟们出去放烟花，大大小小的男孩子们一股脑地围成一圈，待魏无羡将引信点燃，便轰然散开，等那绚丽多彩的烟花燃尽，再大笑着跑过来，围着魏无羡放下一个烟花。有种烟花是一根细绳的样子，他们管它叫甩鞭，引信点燃后会燃起绚烂明亮的火花，拿着另一头的小木棍甩起来，那绚丽的花火便好似一道明艳耀眼的光环，散发着五颜六色的光芒，很是漂亮。魏无羡会偷偷将甩鞭的一头塞进江澄的腰带，然后点燃了，看着江澄被吊在身后的烟花追得满地跑，再被江澄追着打，从地上追到房顶，又从房顶跳上湖面，师兄弟们拍手为各自阵营加油，最后全被江厌离叫回去吃饺子。魏无羡和江澄会比谁吃的更多，争夺包在饺子里的铜钱，笑笑骂骂的听着子时的钟声敲响，一年又一年。魏无羡说完不禁一笑，当年比吃饺子，江澄总也吃不过我，每回气得鼻子冒烟。有一年我一次吃下60个饺子，江澄为了赢我一个劲的往嘴里塞，结果吃不下了，饺子馅儿从鼻孔喷出来，被我笑了一整年。蓝忘机默默听着他绘声绘色的描述，能想象到那时的魏无羡是怎样的欢脱自如又无拘无束，他不由得歉然道：云深不知处的年节向来以礼居多，不若你从前过得热闹。魏无羡哈哈一笑：无妨无妨，今年有我在此，保证让你过得热热闹闹。两人说着话回到净室，那清淡雅致的屋子里一点光亮也没有。魏无羡在蓝忘机前面推门进去，却是扑鼻而来一阵辛辣香气。他一愣，将灯火燃起，才发现屋里架着火锅炉子，那锅里红油滚滚，令人食指大动。一旁放着2个酒坛子，正是他最爱的天子笑。蓝忘机走过去，将烧红的炭火放进铜炉，道：家宴食物不合你胃口，我给你备了这些。魏无羡欢呼一声，吧唧一下在蓝忘机脸颊上亲了一口，马上坐过去开动了。火锅不断飘升的热气和锅里咕噜咕噜的沸腾声，将原本显得有些冷清的净室渲染得格外温暖。热辣辣的汤汁配上黄喉、百叶和各色丸子，还有牛羊肉卷，加上清爽的青菜，令魏无羡吃得停不下来，满嘴红油。蓝忘机唇角微扬地看着他，拿了帕子轻轻给他擦掉嘴角的油渍，道：不急，吃慢些。魏无羡仰头喝下杯中酒液，笑道：知我者蓝战也，这样有酒有肉才像过年不是？蓝家的补药虽好，
但是到底是少了年节的氛围。两人正说着话，一阵敲门声响了起来。蓝忘机起身开门，站在门外的是蓝曦臣，他手里举着一个庞大的竹篓，里面不知装了些什么，笑盈盈地对蓝忘机道：“忘机，你托我准备的东西。”两人将他迎进门坐下，蓝曦臣见着满是温馨，不由得对蓝忘机会心一笑。听见魏无羡问道：“大哥，这是带了什么？”蓝曦臣笑而不语，伸手掀开了竹篓盖子。魏无羡伸头一看，见里面放着满满当当的烟花爆竹。魏无羡又惊又喜，云深不知处不是不让放烟花爆竹吗？这动静让叔父知道了，可要遭殃。他嘴上这么说，心里的小算盘已然打算好了，夜里和蓝忘机一块儿到后山去放个痛快。蓝曦臣道：“忘机特意请示过了叔父，他老人家说了，今年云深不知处多了个魏婴，这人犯禁忌乃是家常便饭，若是让他偷摸着到后山去放烟火，反倒怕引发火情，倒不如准他一日安生在净室里放，要安稳些。”魏无羡心中一热，多谢大哥，我明日早晨定要早早起来给你和叔父拜年。不必谢我，这是忘机托我准备的，你开心了，忘机才能开心。魏无羡朝蓝忘机灿然一笑，立刻将那篓烟花拿上，兴冲冲地跑去院子里放了起来。绚丽多彩的花火很快便绽放开来，突然响起的爆竹声在素来清静的云深不知处显得有些突兀，然而多听一阵却又出奇的和谐。年节之下，这样的声响也并不讨厌。很快，魏无羡的烟花炮竹引来了本已睡下的蓝氏子弟围观，到底是一群半大不小的男孩子，见到这番热闹情形，还是满眼羡慕。魏无羡招呼他们一块儿来玩，在蓝曦臣点头后，少年们终于暂时放下素日的雅正，一股脑的拥了上去。魏无羡被这群少年围在中间，手忙脚乱的将各色烟花爆竹发给他们，一边嚷道：“别急别急，人人都有。”一时间竟是传出爆竹声声震耳，火树银花接连不断，耀眼的花火将半个云深不知处映得一片艳红。少年们一扫死气沉沉的样子，活泼而愉快的玩乐。魏无羡在他们之中笑着闹着，忽而有种错觉，不知这样热闹的节日是不是真的属于他，又或者这一切都是南柯一梦，待梦醒来，他还是孤家寡人一个。他眼眶微微发酸，情不自禁地回首望去，但见那人身姿优雅而清冷，俊美的脸孔在多彩光芒的照映下更为屹立，那双琥珀般的眼睛也正穿过重重人群看向自己。魏无羡从众多少年的玩闹中脱开身，走到蓝忘机身边，与他并肩而立，静静地望着这难得的一幕。怎么不玩了？蓝忘机的嗓音低沉，在烟花爆竹热闹声响中却分外清晰。魏无羡一笑，悄悄地握住蓝忘机附在广袖中的手，道：“自然是有更好的。”那庞大竹篓里的存货在众人玩闹中被消耗殆尽，时辰也已快近子时。少年们放完了烟花爆竹，一块儿将净室的园子打扫干净，准备撤退，却见蓝思追和蓝景仪一人带着一个大大的食盒走了过来。两人将东西放在廊下，对三位长辈行过了礼，才对蓝忘机道：“韩光俊，东西准备好了。”蓝忘机将食盒打开，里面满满当当的装着许多白胖的饺子。还有饺子！魏无羡高兴道：“蓝湛，你到底安排了多少惊喜？”蓝思追上前来，从袖兜里掏出一个大纸包给魏无羡，道：“魏前辈，这是金宗主差人给您送来的金铃。”魏无羡闻言，赶紧将纸包打开，里面附着一张纸笺，上面是金铃的字迹。魏无羡，舅舅给我带的点心太甜，我不喜。他说让我想送给谁就送给谁。我思来想去，这甜腻的点心还是给你吧，甜甜嘴，新年嘴别那么臭。这小子！魏无羡哈哈一笑，继续将内层的纸包掀开，纸包里整整齐齐地码着好些点心，方形的酥点，米白的糕体，混着黑芝麻粉，一股芝麻香扑鼻而来。魏无羡愣了半晌没动，蓝忘机走过来问道：“是什么？”他感慨万千地答道：“武学酥糖是云梦的点心，我和江澄小时候最爱吃的。”魏无羡伸手拿了一块放进嘴里，松脆香甜的口感充斥着他的口腔，令他眼角酸热。莲花坞的年节少不了这道点心。忘机，无羡。蓝曦臣的声音传过来：“趁热吃。”两人回首望去，看见蓝曦臣站在房门外对二人招手。屋里，蓝思追和蓝景仪拿着碗给少年们盛饺子，
而男孩子们规规矩矩地坐在净室的地板上，纷纷端着饺子一个接一个地吃，既安静又热闹。热气腾腾的饺子递过来，魏无羡有些恍惚地接了，氤氲的雾气熏得他眼泪翻涌。他端着饺子，热泪盈眶道：“蓝湛，我还说要让你这个年过得热热闹闹，可眼下反而是你让我这个年过得这般热闹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给我一个家。”蓝忘机擦去他眼角的泪，轻轻摇头道：“是你让我这个年热闹起来了，是你让这里充满了活力。”院子的角落里有个遗落的烟花，魏无羡点燃了，和蓝忘机一起吃着饺子，看着眼前花火绚丽，听着子时的钟声敲响。蓝湛，明年过年也会这么热闹吗？会的，会一直热闹下去，岁岁年年。记得点击订阅本频道，加入会员，听更多望仙故事。小兵感谢您。